去年我的兔子還比較少，然後把它們放到菜地裡面，結果這一塊菜地寸草不生。現在兔子越來越多了，但是這個草也是越長越茂盛的。我穿着拖鞋在裡面餵小動物的時候，我都要小心翼翼的，因為草多的地方一般都会有蛇。于是我在这一片仔細搜尋了一下，發現只有2個小將在這一片菜地裡面，就他們2個在菜地裡面，所以說這個草根本吃不完啊。本來這一塊還有一隻母兔，為了防止它繁殖，我把公兔都關起來了。結果它每個月定期都會跳到豬圈裡面去，然後自己還能跳上來，這也導致它每個月都在生小兔子。我現在都已經習慣了，這幾天大概率又生了，就在這個位置。還好它每一窩只生3隻，而且還有一些親朋好友都要，所以說數量一直在可控的範圍以內。因為草長得實在是太快了，所以我決定來豬圈隨機抓幾隻小兔子上去幫我除草。這一隻小黑兔怎麼就剩頭是黑色的呢？而且這豬圈裡面也沒有幾隻兔子啊，去找找。哎呦，這裡面躲了這麼大一窩啊！我就說這幫兔子都去哪兒了，全躲起来了。豬圈有這麼香嗎？這一個個的全部都躲裡面。隨機抓兔子，長得有2分像飯桶的小兔子被我抓到了，就派遣它去除草，去吧。兔媽也被我抓出來了，這一隻非常有個性的大白兔也被我抓出來了。這隻兔子是什麼時候生的？你也出去吧。今天就抓這麼多，根據他們除草的情況再做決定。我就搞不懂這幫兔子的，這外面糧草又充足，活動的範圍也比較大，空氣也比豬圈裡面要好，他們怎麼就喜歡待在豬圈裡面呢？是有什麼魔力嗎？好了，最近除草的任務就交給這幾隻兔子了，過幾天看一下成果，順便來看一下他們有沒有偷懶。這2隻是一點都不工作啊，這一隻也沒有工作，兔媽也不見了，還有2隻直接躲到洞裡面來了。這裡豆芽正在搞孵化嘞，這一隻是豆芽啊。好多人都說豆芽好久沒拍了，其實他一直都在鴨群裡面，只不過後來他天天自己玩，已經不親人了，再也不追我了，所以就沒怎麼拍。我总感觉讓這幫家伙幫我除草，現在一點都不靠譜，可能是平時讓他們吃得太飽了，而且我嚴重懷疑他們晚上會集體回豬圈，我們拭目以待吧。兄弟，要不換一個吧，你的女朋友已經沒了。這鴿子還挺執着的，自從我把他女朋友換給另外一隻鴿子之後，他就待這裡不走了。還好他不會說話，不然的話就不是咬我這麼簡單，可能還要罵我了。前幾天我不是給我家的一隻母鴿子換了一隻公的嗎？現在都關着在，準備等個10天8天之後把它們放出來，看一下會不會跑掉。之前和它配對不會孵蛋的那一隻公鴿子，這不就沒對象了，所以我決定把它也關起来，不然的話会干擾我剛配對的鴿子。最大的問題就是母鴿子就這麼2個，所以說嘍，你就倒霉嘍，你自己拐回來的女朋友已經被我送給別人了。這也導致這個家伙現在脾氣異常的暴躁，不是咬我就是咬其他的鴿子，畢竟女朋友是他自己拐回來的，現在我送給了別的鴿子，他能不生气嗎？是吧？哎呀，这個家伙過分了啊！不僅咬我，還拿翅膀打我，這小伙子。別逗鴿子，能幫我充個話費嗎？肯定可以呀！現在我們村好多人都喜歡找我幫忙充話費。還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領了話費券，那邊充值快，秒到賬。現在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點評論區，就有機會領1到4元話費券。月底該充話費的，快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完了！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分給另外一隻鴿子之後，他現在一直追着咬我，剛剛還從空中飛下來啄我的腦袋，這脾氣也太暴躁了吧。不過我就喜歡這種暴躁的小鳥。而且我剛剛就回家喝了個茶的功夫，他到處叼材料，又跑到倉庫裡面來了。現在你都是單身的，你找材料有啥用啊？來，過來，我帶你去找女朋友。哎呀，就是不相信我，以前一伸手就飛上來了。關鍵是我剛剛在倉庫的地上還撿2個鴿子蛋，而且全都破了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的，挺可惜的。等一會兒煮了餵狗子吃。然後你也別咬我了啊，
這幾天你就在外面出去轉轉，看能不能拐回來一隻。主要也是沒有籠子關了。等過幾天那一隻公的給朋友送過去之後，還是讓這個家伙和他自己拐回來那隻母鴿子待在一起。畢竟是他自己憑實力拐回來的，看能不能再去拐一個。不然的話，只要他看到我就不停地咬我。我倒是不怕咬，主要是动不動飛到我頭上啄我的頭髮，這誰招架得住啊，是吧？哎呀，這家伙脾气太暴躁了。咋了？追的一只貓追到樹林裡面去的，很了不起是吧？還在跟我炫耀嘞。剛刚把一只黑貓追到樹林裡去了，然後過來就，你小子想親我是吧？還好沒親到。追的一只猫都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，特別高興，好像要問我要獎勵一樣。也就跟着我的时候，它膽子比較大。平時我聽鄰居說，經常有貓欺負它，它都不敢反抗。這狗子真的有點狗仗人勢哦。你一直盯着我幹啥呀？還舔舌頭，該不是想吃我吧？今天我沒有給你帶吃的，等會兒回去給你搞點火腿腸，獎勵你一下。走吧，回家去。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一只貓。嘿嘿，哎，你怎麼跑了？火腿肠不想吃了？這只貓好兇啊！頂住壓力，不要慫。要不是我在這裡，狗子早都嚇跑了。算了，別找了，找到了你也不敢動它。挺會裝的啊，還在到處找貓。貓我都看到了，它假裝沒看到，當着我的面演戲的。這貓不在這裡嗎？那一只貓剛剛從這裡跑了，我一看，我之前掛的葫蘆掉了，鐵絲斷了。不過也沒關係，現在鳥的繁殖季節過了，它們也用不上，帶回去曬乾，等到春天繼續掛。又發現了一只貓，這一天跟着我出來好忙哦。不知道的還以為它是獵犬呢，實際上它特別溫順。回來了，答應給你搞點吃的，你在這裡玩一會兒，我去找找還有沒有火腿腸，順便把葫蘆放到這裡曬乾，過段時間把這些葫蘆的籽兒給掏了，找個地方掛起來，明年讓野生鳥繁殖。回來，這狗子閒不住啊！我就回家幾分鐘，它就跑了。你的狗腿子跑得可真快喲！來，答應你的火腿腸。好像有3、5天沒給它吃火腿腸了，都開始從我手上搶東西了。這一根吃下去好像不頂用啊。等一會兒給你搞米飯吃，然後裡面再加點火腿腸。不急啊，你先去玩吧。這就是我們家狗子下午要吃的飯，米飯加湯，還有骨頭、瘦肉之類的。晚點再給它餵。這狗子最近的飯量特別好，明顯長胖了一圈，希望越來越胖。前段時間我不是說要給我家這一只母鴿子換一只公的嗎？因為它總是下蛋，下的特別多，但是沒有孵化出小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們這個家族繁殖出來的後代顏色基因特別穩定，所以我想換一下其他的品種或者其他的顏色。結果這個事兒我說出來之後，有幾十個兄弟要給我送鴿子，我真的特別感謝你們。後來我就選擇了有一個兄弟家養的淑女鴿，是一只公的，但是要給我送過來之前，他出差了，要1個月之後才能回來，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鴿子。在這期間，這個家族的鴿子也沒閒着，又開始搞孵化了。10多天之前下2枚蛋，我今天來看一下啥情況，我估計是孵化不出来。你們這是狗变了吧？动不动就咬人，脾氣異常的暴躁啊！還好我皮比較厚，我是不怕的。搞得還挺認真的，結果一直都孵化不出來，有啥用哦？而且每一次都選擇在老鼠堆裡面做窩，真是服了他們了。這個公鴿子的智商有點低呀，
我把蛋拿走了，然后它還在那裡孵化，我放在它前面，它都不知道把蛋給拿進去。你們應該記得我以前把鴨蛋給拿走了，鴨子是什麼反應吧？放到旁邊，它馬上就用嘴巴給勾進去的。這鴿子都不知道把蛋給帶回去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來。我現在終於能理解了，就這種孵蛋模式能孵化出小鴿子嗎？我準備看一下蛋有沒有受精，我預計和以前的情況一樣。我剛剛用手電筒照了一下，裡面啥情況都沒有，廢了。我剛剛把公鴿子給趕走了，然後它又回來了，結果它還是這個樣子。難怪孵化不出來了，理解。蛋已經被我拿出來了，反正也沒啥用了，带給母鴿子看一下，然後就丟掉。哎，這哪一只是母鴿子啊？這個基因強大到長得都一模一樣，我都分不清了。這一只就是母鴿子，我測試出來的。它以前特別喜歡追我，跟個偵探一樣，我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。現在對我有點距離感，等到那個兄弟回來了，我就給你換個鳥爸。現在的鳥爸太不靠譜了，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鴿子。而且我也想換一下其他的顏色，每一只都長得一樣，吃的我都擔心影響智商。剛還挺怕我的，這一會兒又開始咬我了。最多10天8天的就給你換一個，到時候孵化出來的小鴿子就是其他的顏色和品種啦，我們一起期待。這貨今天有點激動哦，剛才不停的攻擊這個葫蘆，今天我準備把這些葫蘆全部都鋸開，過幾天就掛上。他可能以為這個葫蘆是我的手，所以他不停的攻擊。我可不想聽你這個大嗓門。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最近他真的是異常的激動，我走到哪裡他追到哪裡。這些葫蘆全部都曬乾了，今天鋸開，全部掏空，過幾天找合適的位置掛起來，給戶外的小鳥繁殖。這個葫蘆就不給小鳥做窩了啊，唯一的一個，我捨不得啊。很多人說沒見過葫蘆裡面是什麼樣子，這是我去年鋸開的，放在戶外小鳥築巢了，然後冬季葫蘆掉了，我又撿回來，今年繼續掛。就從這一個開始，聽一下，裡面都是葫蘆籽。給沒有見過葫蘆裡面是什麼樣子的小夥伴看一下，裡面都是葫蘆籽，今年又可以繼續種了。給戶外的小鳥築巢，裡面的空間一定要大一點，所以說必須要曬乾。曬乾之後，它殼跟籽都分開了，現在就可以了。內部空間很大，口特別小。這是第二個，這個口有點大，這個裡面的空間比較大，所以看的就很清楚了。完了，這個古董被我用壞了，我要重新去換一把鋸子。用這玩意兒繼續。好了，基本上全部搞定，這又省了多少錢呢？自己動手自己種，這麼多葫蘆籽，今年全部種起來，最少有100-200個葫蘆。最後這幾個有點小，留着給10姐妹珍珠鳥做窩吧。這2個是被老鼠給禍害過的，這一個你們說怎麼弄比較好啊？割開吧，又有點捨不得。這一個有點歪，就留着給10姐妹做窩了，直接一錘子砸個洞，10姐妹做窩正好合適。這個葫蘆籽留着，今年繼續種。喜歡養珍珠鳥的看一下，這個葫蘆給他們做窩，是不是特別好？又好看又省錢。之前很多人問我要葫蘆籽，送過的就送了，沒有送的就不送了啊，主要是不划算，快遞費要10多塊，網上你買的話也就6塊錢，所以說你们還是自己買吧。這個葫蘆孔我開成這個樣子，掛在戶外給大山雀做窩，他們應該比較喜歡這種環境，但是不能淋雨。這幾個全部給10姐妹珍珠鳥做窩，感覺還是有一點點大。好了，全部搞定，大概就這幾天，我去戶外找合適的環境，全部掛起來。上一個視頻我說要好好的感謝一下給我幫忙的小老鼠，這不，今天就準備了。老鼠特別聰明，只要是這個籠子抓到過一次，後面基本上抓不到了。所以說今天我搞一點香水，
給這個籠子噴一下，香香的，變了個味道。這樣的話，把它們請過來的概率應該比較大一點。好了，等一會兒裡面放點食物，如果抓到它們的，明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我是怎麼放生小老鼠的。自從前幾天我发现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踪以後，每次在戶外看到八哥群，我都要過來看一下，但是一無所獲啊。這一群也過去看一下，不抱太大的希望啊，全部都飛走了。然後這個家伙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，可能剛剛也是和他們在一起。這是另外一只失蹤的那一只鳳冠，沒有這一只大。結果狗子又過來了，把這只小八哥也嚇跑了，飛到別人家菜地去了。剛那幾只野生的，我看到他們又去我們家門前偷吃柿子去了，把這個家伙也帶過去，必須跟上他們的隊伍。回來之後发現田裡面有2只，柿子樹旁邊還站了3只，他們這一個10只的小隊伍，現在加上我們家這一只就剩6只了，還有4只失蹤了。我說他們怎么都在旁邊看着呢？原來有2只惡霸在這裡，這2個家伙在這裡，其他的任何小鳥都不敢靠近，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，其他的小鳥都是他們的食物。別說這個顏值真好看，走，我過去摘幾個柿子給八哥吃。哎呀，這個柿子的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，這都還沒成熟嘞，都被他們給吃光了。我就隨便摘一個吧，隨便摘了一個不怎麼好看的，就放這裡給小八哥吃。你這跟着野八哥混，3天饿9頓呢。那幾只絲光天天靠偷面包蟲、偷柿子，混得風生水起。這只八哥還差一點，不過也還好，他的野生兄弟還在這裡等着他呢。因為怕人又怕南雀，所以說不敢過來吃。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！我去看一下柿子樹上面什麼情況了。那2只惡霸飛走了，又來了好大一群鳥，都在這裡搶柿子嘞。我每天都會在這裡看一下這幫小鳥吃柿子，覺得挺有意思的。不過柿子數量越來越少，可能馬上就看不到了。就看了一會兒小鳥吃柿子，回頭一看，八哥已經跑了。看這個柿子被他吃了，他好像已經跑到田裡面去了。剛看到和幾只野八哥待在一起，另外一只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。希望這一只好好的，正在田裡面呢，不管它了。好多人都說黄花的玄鳳鸚鵡是比較蠢的，我告訴你們，這玩意兒比那個玄鳳鸚鵡還要蠢100倍。它在這個地方站了1個多小時了，我拿腳踢它，它都沒反應。這是別人送我的白色的魔術鴿，我是不想要的，覺得這玩意兒實在是太蠢了。之前我就養過一次，最後因為去池塘裡面洗澡淹死了。這是第1只在池塘裡面淹死的鳥，所以說特別蠢。這一只也差不多，特別笨，它對任何动物都沒有一點點警惕性。我們家養那麼多小動物，近距離都特別怕狗子，看這家伙是一點都不怕呀。把它丟到狗子背上，它都不知道飛一下的。實際上它的飛行能力還是挺棒的，就是不願意動。來來來，狗子帶它走2步，看一下，它都不願意動一下。哎呀，所以說把它放在外面我都不放心了。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遇到貓它也不怕，見到一點反應都沒有。不過這只貓目前比較小，沒有什麼殺傷力，風險係數很低。也就這2天天氣比較好，把它給放出來了，讓它在外面溜達一圈，熟悉一下環境。跟着我另外幾只魔術鴿，現在還好，飛出去也知道回來。就是這個智商實在是太低了，一點警惕性都沒有。站這裡和其他的幾個兄弟好好學習一下警惕性。別看我這灰色的魔術鴿是從小養的，看起來傻傻的，實際上警惕性特別高。我一伸手馬上就跑了，被果凍咬死的那一只純屬是意外。就這個警惕性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。就這玩意兒，不管是在哪裡，只要是你一伸手，馬上就可以把它抓到。別看它這麼傻，吃東西挺積極的。這個素狼任何時候都是鼓鼓的，所以說挺胖的。我剛才不是給它放到這個位置嗎？另外一只魔術鴿已經飛走了，然後我就回家了。等了這差不多有大半個小時了，我出來它還站在這個位置。
和烏龜一樣，都不願意动一下。所以说这就是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要不是想着家裡還有幾隻魔術鴿能帶一下它，我都不願意接手這玩意兒。重點是別人還送了一對，看還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有點笨。因為我比較喜歡散養鳥，所以說也挺擔心的。晚上天快黑的時候，它和其他的魔術鴿上樹了，它們每天都在樹上睡覺。這一隻剛剛都差點睡着了。看一下樹上還有好幾隻魔術鴿，每天都在這裡睡覺。你小子小心點啊，明天就把你關起來了，不然的話我都懷疑貓給你抓走了，你都不知道反抗一下，太傻了。你們這4個家伙是準備啃老是吧？剛剛我說給土花梅搞點面包蟲，結果這4個家伙一下就飛過來了，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給嚇飛了。我剛剛把1盒面包蟲都倒給他們了，還好，吃飽之後集體上樹吃柿子去了。還有幾只野八哥這上面，我已經分不清了，他們現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。趁着這個功夫，趕緊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。看黃豆地裡面好多土花梅呀，我猜我的那一只應該不在裡面。哎，絲光和八哥也飛到黃豆地裡面去了，正好，不要打擾我找土花梅。這幾個搅屎棍，我真的是越來越頭痛了。我已經發現它了，在這棵桂花樹裡面找一下吧。在這裡發現它了，這家伙別人撿到給我送過來，到現在養了差不多2個月了，還不會自己找東西來。所以說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來了，鍛鍊它一下。餓了就趕緊過來呀，食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我猜它又餓了一早上。因為這個季節本來食物就不好找了，而且它學習的速度特別慢，現在每次還等着我餵它呢。不過問題不大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它慢慢的總會自己捕獵，只不過在這期間一定要小心流浪貓之類的。1號天敵呀，我把它從樹上給拐下來了，還等着我給它餵吃的呢，到現在還沒開始換羽毛，所以說在這個期間一定要給它增加營養，免得到時候營養不夠直接暴斃的。一段時間沒有給它挠癢癢了，我這手法還是這麼熟練，它還是這麼喜歡，很享受。趁着那幾隻搅屎棍飛走了，趕緊給它搞點面包蟲，補充一下營養。哎呀，我也挺喜歡給它挠癢癢的，特別配合我。好了，我去給你搞吃的呢。放地上你自己吃吧，免得你总是讓我餵你。一口氣吃了7條面包蟲，還沒吃飽嘞。吃完了，等一會兒給你拿吧，已經沒有了。這個鑷子真的是多功能的，可以給它餵食物，也可以給它按摩。不過還是沒有我手舒服吧。等一會兒再給他拿一點面包蟲，根本沒吃飽啊。這家伙是今年尾窩的，預計最近直接給他放生有點不現實。等他一邊換羽毛一邊野化。我去找一下那幾隻攪屎棍，就剩他一個還在這裡吃柿子。我估計其他的幾隻和野八哥一起飛到別的地方去了，也挺好的。最近飛得越來越遠了。兄弟們，誰家有漂亮的公鴿子，給我整一個，招架不住了。我家的鴿子孵化出来的小鴿子，青色全是紅色的，沒有一個其他顏色的。上一窩的2隻都這麼大了，清一色的紅色。要不是都送人了，現在我家有幾十隻同款鴿子，所以我決定把這一隻公鴿子給換掉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說這一對鴿子在老鼠堆裡面繁殖嗎？都這麼久了，我懷疑這蛋是廢蛋。等一會兒看一下，因為長得都差不多，我現在都有點分不清了。這是哪一隻啊？搖手，哎，那就是比較親人的母鴿子。這一隻我要留下。現在把這2顆蛋帶回去做個產檢，看一下啥情況了。這環境我招架不住啊，周邊全是老鼠屎。不過因為是散養的，他們自己選的環境，我也沒有干預，沒辦法。大兄弟，趕緊讓開哦！我一拿蛋它就咬我，
我只是幫你們做個產檢，沒事沒事啊。你出去玩一會兒。看這個環境，真的是危機四伏啊！周邊我還嚇得有老鼠夾，不過開關都關了。他們自己叼草在這裡做的窩，剛把蛋拿出來，它就過來了。應該孵化了有10多天了。用手電筒照一下，裡面什麼情況？看來的確是沒有受精，我就知道是廢蛋，因為拿在手裡重量都不一樣。一般正常情況下，孵化到第3天、第4天，裡面血絲都特別明顯了。廢了！早知道下完蛋之後，我就給它洗一洗，煮着吃了，那不香嗎？這又浪費2個鴿子蛋，放在這裡，等母鴿子過來看最後一眼，就把它們給丟了。母鴿子已經過來了，它好像還認識它的蛋呢。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你這是假孕吶！看看吧，馬上就丟了。然後誰家有多餘的漂亮的公鴿子啊，給我整一個。我這不能每一次繁殖出來都是一樣的，這個基因強大的讓我頭痛，每一窩都是一模一樣的。現在把這2顆蛋丟了吧，最近要抓緊時間給這只母鴿子找一個其他品種的。今年的這2只小八哥臉皮是真的厚，你不管弄個啥，它都要過來看一下，膽子特別大。看，我把蛋給丟了，它們終於不進窩了。等着啊，我抓緊時間給你再找個對象，別急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，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，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来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！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药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，就你呢，還破了個洞。這幾隻絲光椋鳥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就是偷面包蟲，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隻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這吃的多開心吶！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们对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？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了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哎，你這家伙，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2隻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沒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們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難搞哦。特別是這2隻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2個趕緊跑吧啊！這2隻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，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隻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椋鳥，太好看了，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隻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，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，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真的太好看了，希望明年它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，預計不出意外的話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，嘰嘰喳喳的，太多了。狗子，想吃東西嗎？來，過來，給你搞一點你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。
中秋節沒有吃完的月餅，據說今年的月餅都沒人吃了，是真的嗎？我一直覺得月餅還挺好吃的，看這個顏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來一口。哎呦，這味道還可以啊，味道還不錯。又來了一口，剩下的給狗子吃，狗子不吃，給隔壁的貓吃。隔壁的貓是聞到味兒了是吧？我一說要給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。來試一下，看狗子有沒有興趣。這麼好吃的，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干2口了。還是這個貓不挑食啊，給它馬上就吃了。誰說這個月餅不能吃的？看我和貓吃的多香。給你的時候你不吃，人家貓吃的時候你還在旁邊流口水。来，你吃你吃。我就不信了，狗子连月餅都不吃。它好像觉得有毒一樣。算了吧，讓貓吃。那個貓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來他們對這個月餅都沒啥興趣啊。等一會兒給果凍試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陽挺不錯的，好像升溫呢。看他們倆玩得多開心。今天還沒趕上餵吃的嘞，馬上去搞點火腿腸給狗子吃一下。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別喜歡吃那個雞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給它吃1次，不然的話養不起啊。這火腿腸它也不吃，等會兒給隔壁的貓吃吧。貓怎麼也不見了？然後再搞個月餅給果凍試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這個月餅連果凍都不吃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我吃起來味道還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們這一個個的現在生活過好了是吧？連月餅都不吃。算了吧，放這裡讓蚂蟻吃，要不是狗子舔过，我就把它給吃的。其實味道真的還可以哦。